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人民币汇率这个话题。那最近人民币呢持续不断的升值啊，离岸人民币汇率呢从接近7.2的高位啊一路升值到6.75附近，而且这个速度呢非常快，幅度也非常大。那总计的升值幅度呢在6个百分点左右。那很多朋友呢对人民币这一波的强势升值啊感觉难以理解。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人民币近期为什么如此强势啊，以及背后的逻辑因素有哪些。那首先第一个因素呢是美元贬值的大背景啊，这个大背景呢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先决条件。那我们平常说的这个某一货币究竟是贬值还是升值啊，多数时候指的就是相对于美元啊这个全球最根本的储备货币，它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那我们先要理解一个全球货币体系的三层结构。那我把全球货币呢大致分为3类啊，首先是最核心的这个6大类货币。那这6大类货币呢是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那它们呢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元指数，就是大家在交易软件上平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啊，包括新闻媒体报道的也是这个美元指数。那它呢是由一篮子的货币根据不同的权重构成的，而且这一篮子货币呢是人类社会目前最被接受的和认可的6种货币。那这6种货币背后呢背后的国家呢都是清一色的顶级发达国家，有着非常高的信用等级，所以他们的货币的等级和接受度也就非常高。那第二圈层呢就是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啊，你比如说澳元啊、挪威克朗啊、新西兰元啊、韩元啊、新台币等。那他们呢也是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地区的货币，但是在全球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上不如最核心最里面这个圈层的那6种货币。那最外围的第3个圈层呢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你比如说巴西的雷亚尔墨西哥比索、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土耳其里拉这些那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呢基本是在1万美元左右细心的朋友呢会发现这个人民币好像不在里面这个不在这个3层货币里面的任何一个体系这个呢是因为人民币非常独特，那尤其是跟这个美元还有跟这个核心圈的那6种货币它有着深层次的联系。那这个呢我放到后面来讲。那如果理解了这个货币的这个3层结构我们就能知道，当这个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那基本上呢这3个圈层里面的其他货币都要贬值而且越靠外层的这个货币呢贬值的越厉害。那因为这个靠外的这些货币所属的国家，它本身的经济比较脆弱或者是经济结构呢比较单一，他们的货币呢在全球的接受度也低，国际化的程度也差。那如果美元指数如果下跌呢，那核心圈的货币也就是构成美元指数的那6种货币呢，基本都是相对美元升值的比如说这一波这个美元指数从103跌到91.74，那相对美元来讲，欧元这个英镑加拿大元它们相对美元呢都是升值的。但是这个外围圈层的这个货币呢却不一定你比如说最外围的一些比较差的这个货币比如说这个土耳其里拉或者说是伊朗的那些货币它们相对美元呢依然是贬值的。那这次这个美元指数刚才也讲了，从103的高位跌落到了91.74的位置。那很多国家的货币呢在这段时间呢相对美元就是都有大幅升值尤其是比方欧元相对美元呢升值了12%左右。但是土耳其里拉呢由于是这个外围最边缘化的货币，那本身的国家经济实力也比较弱所以就算美元指数大幅下跌，土耳其里拉这一类的货币它依然是贬值的趋势。所以你要理解人民币的这个走弱走强呢，一定是离不开美元指数走弱走强这个大的背景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再总结一下，就是在美元指数走强的时候其他货币呢相对会走弱。那而且越边缘层的越外围的这个货币，这个信用度越差的货币它这个走弱的程度越深。那当美元指数下跌的时候美元走弱的时候，那其他的货币呢才有升值的这种可能性那最容易升值的就是核心圈的这些货币也就是构成美元指数的那6种货币但是其他外围的货币不见得有这种升值的这种机会要看它本身的经济体制强弱与否。那好，我们知道了这个美元指数走强走弱的这个大的背景那我们就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美元指数本身是在一个上行趋势还是一个下行趋势里。那从3月份以来呢，美元指数是一路走弱明显的是一个快速的下行趋势。
那这个大背景呢就给人民币带来了这种升值的契机和可能性但是光有这个背景还不足够这个呢只是条件之一，它还需要人民币本身以及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独特的特质才会导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那至于美元指数呢，大趋势是走弱还是走强我曾经专门做过系列的节目给大家做过讲解，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过去再看一下那个视频，那我把链接呢放在这个视频说明里面，方便大家观看。但是有一点呢我还是要给大家指出就是当这个全球经济整体来讲，当全球经济欣欣向荣时，美元的这个信用货币在全球呢得到扩张时，美元指数呢就会下跌。那当美国这个经济当全球经济或者当局部的某个区域的经济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呢，那由于基于避险的因素和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这个地位全球的资本呢就会回归美元避险。那这个时候呢，美元指数就会走强大致呢是这么一个规律。大家知道，在3月份的时候呢，疫情突发的时候，全球央行呢都进行了大剂量的货币刺激政策美联储呢，尤其是一马当先，推出了无限量的这种宽松政策。那全球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呢，得以了维持得以复苏，因此美元指数呢就重新归于这种弱势和下跌大家看这个美元走势也能发现，就是在最危机最深刻的关头，全球股市连续熔断的那几周里3月份那2周里，那美元指数的走势非常强可以看到一路突破了这个103那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全球资本的避险情绪是多么极端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人民币本身的一些独特之处以及中国经济呢在这波疫情里面的独特之处。那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本身呢，它是有些特殊的禀赋在里面的这些特殊的禀赋呢，导致了在美元指数大环境走弱的背景下人民币得以开启一段升值的旅程。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人民币的独特之处那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把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给图形化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下面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大家知道资产呢是为负债背书的就是人们之所以相信你这个负债呢能够得以偿还，是基于对你持有资产质量的信任。那央行的负债呢，大家知道基本就是人民币的基础货币那人民币的基础货币的信用是靠什么背书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它靠的呢就是上面这个深红色的外汇资产来背书的大家可以看到，在2014年以前，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基本全部都是深红色的外汇资产那外汇资产呢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个美元的以美元计价的国债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6大核心货币计价的一些资产可以说这个资产的质量呢非常高，都是一些全球呢能被高度认可和信任的资产所以有这样高质量的资产背书自然呢人民币的基础货币的信用就不会太差。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央行资产负债表这个8月的具体的一个数据这个呢在央行的官方网站的调查统计数据里面专门呢它会每个月都有披露。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央行的总资产呢是36.5万亿，然后在第二行呢你会看到外汇资产截止到8月份是21.16万亿。那关于负债呢，你在储备货币那一栏这个储备货币其实就是基础货币你看金额呢是29.8万亿。那这里呢再给大家拓展一下就是用每个月公布的这个 M2 数据除以这个基础货币，你就可以算出来目前的货币乘数。那货币乘数是什么个概念呢？它其实就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杠杆化程度目前呢这个算出来的数据已经突破7了。好了，通过上面给大家讲的，可以看到人民币呢有其特殊性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信用背书来源于高质量的外汇资产，因此呢我就没有把人民币归类到3类货币中的任何一类这个人民币的这种特殊性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种地位呢是息息相关的也是跟这个中国40年来高度融入全球化是分不开的。好了，讲完这个人民币的特殊性第3部分呢，我们就再讲一讲这个中国经济今年在疫情这个大背景下的独特之处。那中国的出口的这个数据呢，在4月份转正转正以后呢，一路到现在高歌猛进。7月份的出口增长是 10.4%， 8月份的出口增长了 11.6%可以看到是双位数的增长。那最终呢，导致了1到8月份整个的这个出口累计增长的数据转正了因为大家知道3月份以前这个出口是非常惨淡的都是这个大幅下滑，但是因为后面几个月
这个高歌猛进啊，最终把1到8月的出口累计增速啊给拉正了。那这里面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啊抢夺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啊。由于这个疫情比较严峻，很多国家呢迟迟无法复工。那中国呢，作为世界工厂这种地位啊，它率先复工复产，所以它抢占了部分先机啊，在出口市场的份额比例得到了扩大啊，扩大到20%多。尤其是这种防疫物资的出口，还有这机电产品啊或者电子产品的出口，增速都非常高。那中国货物贸易啊，货物贸易出口的高增速呢，它给中国啊带来了这种高额的贸易顺差啊，货物贸易顺差总计达到了2.05万亿的人民币啊，如果你换算成美元呢，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那大家知道，今年呢又因为疫情原因啊，出国旅游呢还有出国买啊大幅下降，那这样呢就导致了导致这个服务贸易逆差呢又大幅缩小啊，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来啊，一进一出，一增一减啊，导致中国呢在这个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整体的这个贸易项下的顺差呢得到大幅增加啊。那讲到这儿呢，就给大家看一张图啊。那中国呢自2000年以来，整个这个服务贸易的一个情况啊，你可以看到08年以后呢，就中国常年啊都是服务贸易的逆差，而且逐年在扩大。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旅游还有出国买啊，造成了这种资本的流出。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2019年啊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一个数据。那可以看到2019年呢，服务贸易逆差里面最大头呢就是旅游啊，这个逆差高达1.5万亿人民币，那折合成美元呢就是2000多亿美元啊。所以因为今年疫情呢，这块呢可以省下不少钱啊，省下不少外汇储备啊，这个呢也是人民币走强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啊，就是比往年结余出来的外汇储备要多。好，另外呢就说一点，就是中国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货物贸易啊占据优势的国家，但是服务业呢并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那这次疫情呢恰恰是对这个服务业冲击比较严重，而这个发达国家呢它是又以服务业见长的啊，你像餐饮啊、旅游啊、航空啊、会展啊，这些都遭受到严重的这个冲击啊。但是中国因为在服务业方面的这个优势并不明显啊，它是一个服务贸易逆差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中国在这方面呢反而受到的冲击不明显啊。就这样的话，就等于疫情反而放大了它的这种货物贸易的优势，然后回避了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弱势。所以说这个它的货物贸易呢，再加上抢占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商的份额啊，所以导致货物贸易份额进一步扩大。其实一个国家这个货币的升值贬值啊，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个两个国家的息差呀啊，你看很多这个货币贬值的国家，它不停的加息啊，想留住这个外资啊，但是呢，它依然遏制不住这个本国货币贬值的趋势。那这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贸易向下和资本向下啊，资本的流入流出，这个呢才是决定一国货币强弱的根本因素。那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啊，中国今年呢在货物贸易向下积累了大额的顺差，那服务贸易的逆差呢又由于疫情原因啊，疫情没有办法出国旅游和买啊，所以就这个服务逆差呢缩小。因此呢，自3月份以后啊，中国贸易向下的资本流入流出情况可以说是比往年呢更有优势。这个呢就强化了人民币啊对美元的升值。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资本向下啊，资本向下，那这个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啊，资本的流入的大门呢是敞开的，对吧？外商直接投资也好啊，外资进来买股票买债券也好啊，只要是资本流入，通通欢迎。但是资本的流出的这个篱笆呢依然紧闭啊，你资本向下管制呢这些年是逐年加强的，无论是对外投资的审批，还是普通人呢你想把钱转移到境外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了，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析了人民币这段时间升值的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美元指数本身的走弱，这个呢给了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大的背景和契机。第二呢是人民币和美元啊以及这个核心圈货币它有非常特殊的关系。第三呢就是中国经济啊，尤其是这个作为世界工厂强劲的出口创汇能力，在3月份之后呢，它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那综合这3方面的因素呢，导致了3月份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有了一波可观的升值幅度。但是未来人民币就无忧了嘛？美元还会再次转强吗？啊，这个是大家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直播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节目中呢，会分享人民币转弱的时间和触发因素啊。那欢迎大家的加入。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